大家好，下面呢，我们将分3集给大家解读和示范芥子园画谱的夹叶着色法。那么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何谓夹叶，和之前我们讲过的36种点叶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点叶呢，是直接用墨和毛笔把叶子的形状点出来，叶子是什么形状，我们就用不同的点把叶子给点出来。而夹叶呢，则是用墨和毛笔把叶子的形状勾勒出来，中间是空的，和点叶的区别就在这里。然后在空的勾勒好了的叶子的形状上面再来着色，这就叫夹叶着色法。夹叶着色法呢，一共有20种方法。那么我们分别呢，就是分3集给大家进行示范和讲解。首先呢，我们用墨用笔尖蘸上墨以后，把这个叶子的形状，我们要画的树的叶子的形状，用双钩的方法把它勾勒出叶子的造型以及树的形状。那么在这幅画里面，我们将用2种颜色来给它着色。那么这2种颜色呢，分别是花青和山青，山青也叫石青。那么着色的时候呢，将笔侧过来将颜色蘸在笔上，但是同时呢，这个笔上面是有一定的水分的。那么让水和颜料自然的进行一个融合。画的时候不需要把每一个花瓣或者每一片叶子都填满可以有一些疏密感，也可以呢有一些空白，并不需要把每一个双钩好的叶瓣都填满填实，是不需要的，那样画显得比较呆板。在这一个示范里面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当我想表达的某一种颜色在我的这个颜料里面不具备的时候，怎么把它用另外的2种颜色调成我想要的颜色我们要学习这样一种方法。因为在这幅画里面呢，我们需要一个草绿色，但是我没有草绿怎么办呢？我就用翠绿和藤黄这2种颜色调出我要的草绿的效果然后来进行着色。当草绿着色好了以后我们在有些局部的地方再用石绿填一下，就是造成一种层次前后，或者说有的地方亮有的地方暗把树丛的这种层次感体现出来。
好，那么在这个示范里面呢，我们将用3种颜色来表达这个树丛的效果。当有些颜色没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另外的颜色来调制。比如说我需要的草绿没有，那么我可以用翠绿和藤黄调成草绿的颜色，然后再加上石绿和头绿，这样我们就可能在这幅示范里面用到4种颜色来完成这一张的效果。在这一个示范里面呢，我们注意到就是说颜色里面，中国画颜色里面出现了一个石青前面我们讲到了石青，那么在这个里面除了石青以外呢，出现了石绿。我们要分别认清什么叫石绿和石青，它们有什么区别，就是在这2个颜色里面，一个是石青，石青里面颜色主要是偏蓝一种青蓝色，而石绿里面呢，可能更着重的是偏绿颜色，所以这是2者的区别。那么在着色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用的是石青，给它先进行一个颜色的铺色，然后再在个别的叶片的尖端，我们用石绿给它提一提，这样的话来体现它们之间的一个层次使这个画面显得更有层次。那么现在给大家示范的这个画面呢，我们可能会看到更丰富的颜色着色在这个画面当中。首先呢，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画呢用双钩的形式把它勾勒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勾的过程当中，不要太在意这个笔的这种一致性，就是说勾出来的线条的过分的一致没有必要，比较松弛的像勾菊花瓣一样的把它勾勒出来。这里面有深有浅然后呢，我们会看到有花心有花瓣，就是颜色的墨色也有深浅的一个变化这样显得非常的自然。那么在这幅画里面呢，我们将用到多种颜色。我们看到在调色盘里有冷色也有暖色有红色也有黄色。那么主要用到了哪几种呢？就叫胭脂、山绿，也就是石绿，还有翠绿。那么有些颜色呢，就是用这3种颜色某2种调出来的，然后再画在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在着色的时候，并不是一种颜色从头到尾这样去照染一遍有的地方留着，有的地方涂上去，留白的地方，留空白的地方，我们将用另外的颜色来进行着色。这样的话，画面就显得非常的有层次，非常的丰富。当这个胭脂色画完了以后，我们再用石青或者石绿，我们来画另外的花瓣或者叶瓣。看到我们在调颜色的时候，其实是几种颜色可以调在一起，2种或者甚至是3种颜色，我们调在一起以后，然后再画到画面当中。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这幅画面至少有3个层次的颜色在画瓣上，也就是说有深浅不同的区别，也有色相上的区别，就是颜色的色相貌颜色的相貌，就是说有胭脂，有偏暖的，也有偏冷的有偏石青石绿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也有明度上的不一样，最后的这个颜色就是最亮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用石绿画出来的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很丰富的一个层次和颜色的变化。首先我们还是先把树叶的整体造型用双钩的方法把它勾勒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来用藤黄、头绿、山绿、太青蓝这4种颜色，我们来进行一个着色示范。